好，这一单元我们开始来介绍CSS 里面转换的部分前一单元我们介绍到Transition有动画转换的部分，主要是 HTML 元素做一些转置的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整个转换的变化大概有下面几种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一般坐标的转置比较简单点说就是类似比如坐标的平移这个从某个位置移到某个位置这是所谓的转置。第二个是角度的旋转rotate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HTML 元素它做一个旋转。第三个是大小的缩放大，比如说3倍啊 4.5 倍啊之类的，或者缩小成 0.6 倍。另外还有一个倾斜的部分skew 的部分，这个都是transform 它在做转换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边特别先提一下，目前来讲因为转换呢transform 它分了 2D 跟 3D， 我们这一单元先看一下 2D 的部分。好一般在转换的时候要特别写法上它会用到这个东西transform， 还有甚至于说一开始 transform 在初始位置这个都可以来做设定。这里就看到几个transform 方法包括这个阵列的部分，就输入了几个值它可以使用者可以制定你所要转换的一个函数或者方式。如果不用这个方式，这个是要在个人要制定比较特殊化或者比较精致化的一个转换如果只是一般的转换呢，它整个语法上有提供下面几种。第一个就所谓的譬如说做靠沿着 S 轴 Y 轴的位置去做转换就靠 S 轴 Y 轴去移动。另外如果单纯要沿着 S 轴移动，就会用这个写法，沿着 Y 轴呢就会用这个写法translate Y 所以这相当于是这个其实是等于这两个综合体另外同样的放大缩小scale 部分一样沿着 SY 去改变宽度跟高度我们都知道如果从 2D 平面来看 SY 其实就有点类似元素的高度跟宽度好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它也可以简化成只针对 X， 只针对宽度，所以 S 的宽度 Y 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高度所以这个大概是可以用 Scale S 跟 Scale Y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它们的综合体，其实就等于这个部分。好另外还有旋转的部分rotate 的部分要旋转几个角度另外还有倾斜呢，有倾斜 S 跟 Y 多少角度当然这个可以细分到针对单纯是对 S 做倾斜的，或针对做 Y 做倾斜的部分所以这个也两个综合体就变成这个。好我们实际用一些范例来看像这个呢，你会发现这个是一样都是有个标准语法，跟Transition一样跟所谓的过渡一样它一样会有个标准语法。另外针对不同浏览器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再补充这个部分好我们实际用范例来看它大概效果是有点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进去它就平移了本来在这个邻里的位置它平移过来这边就比如150在这边看到了150的部分，所以呢我只要 H over 进去，我就 H over 进去，我要做动作是做平移，做动作是做 translate 就是平移，也就是我一 H over 以后它就做平移就跑到那边去对所以它会写在这里请注意一下这 transform 不是写在上面这个地方特别提醒大家前一单元教的transition呢过渡部分它的是写在这边transition 它还把它写在这边transition 就会写在这里 OK 好但是呢 transform 呢它做的一些转换它会写在这个地方下面 HO 的地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平移到100跟50的位置
当然其他地方都没有变动它只是做平移，所以滑鼠一进去，它就会平移到这个150的地方150其实说穿了就是100是说水平这边隔100横的隔100，直的隔50，所以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第二个呢，旋转一样，它写在下面这个地方rotate 旋转30度。对但是呢，这一边其实基本上讲，我们不用进去再做，我们主要这边是跟刚刚的差别是，刚刚是要 H over 进去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旋转的效果，所以我们就不会 H over 所以有个正常版的跟那种旋转版的它的效果就大概会像这样。这是平常正常的状况但是你把它做旋转30度，这顺时针，这个是逆时针所以就会这样，顺时针就所谓的正的正的这个30第一居就30度，负35就是负的就变逆时针所以大概有这样一个差别我们当然重点是这个地方这正常版，这个 ID 这个是顺时针，这个是逆时针所以大概让大家看到是说，它一个旋转过后的一个区块，这两个区块跟正常版它的看起来的一个比较图好，我们再往前来看一下第二个这个部分大概是刚刚程式码部分。接下来我们除了旋转以外，还有所谓的放大缩小一样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部分放大缩小我们一样会用一个正常版来比这个是正常版上面是正常版，但是把它缩成什么？水平跟垂直缩成 0.8 0.5， 也就是说可以看这里这 scale 里面呢，它这个水平呢变成原来 0.8， 这个垂直变成原来 0.5， 所以你看这个高度来讲它变成一半 0.5， 所以你看高度就剩下一点点，这个高度就剩下一半左右。它水平当然就缩小一点本来长度这样就变成 0.8 大概差别在这里。放大了就这样 1.5 倍跟2倍这宽度就 1.5， 高度就2倍，所以很高所以这个宽度跟高度所以这个让大家看到所谓的放大缩小的部分我们再来往下来看一下下一个范例对，这个大概是差不多跟刚刚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如果今天是倾斜的部分呢skew 部分呢，我们一样可以看这个效果。skew 一样都是写在都有一个标准语法跟一个这个各种浏览器的一个补充的语法好，这是针对 S 去做倾斜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一样这边这里要发现它就是这样这个往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可以看到差别在哪里。这个是 skew S， 这是 skew Y 这是沿着 Y 轴做倾斜所以这个是沿着 Y 轴，这沿着 S 轴，所以30度就会变这样所以这边都是一个正常版，让大家对照倾斜后跟这个正常版的一个比较。好，再往下来看一下这边呢看到是同时倾斜 X 又 Y 所以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这纯粹倾斜 S， 纯粹倾斜 Y。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同时两个都倾斜，就会得到这个画面。对所以这个就是水平垂直同时倾斜15度，负15度。OK 这个是一个正15度，一个负15度所以大概几个差别，就是说大家看到SY 都是倾斜15度，这个两个倾斜都是负15度这个是一个正一个负 S 是15Y 是负15所以这个三个图就大家看一下比较这个是单纯 S 单纯 Y， 所以大概倾斜上大概效果有点像这样但如果没有细看，它好像有一点差异，但是好像又说不出来差很大就要看个人这个整个视觉的效果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另外呢，如果要让它制定自己的一个转换方式呢，大概可以用 matrix。这边看到这个 matrix 的部分。好，这个 matrix 的部分就可以类似这样。比如说定一个 matrix， 里面要给一些数字。这6个数字。好，我们看一下 matrix 给这个数字以后呢，大概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大概在这里，像这个例子。像这个是用自己制定的方法去做转换。当然你可以改这个数字，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这数字可以修改。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另外这个呢是把两个综合，我们刚刚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边，看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都是一开始就静态的。就是画面一出来它就已经都旋转好，不然就放大缩小好，不然就倾斜了。但是呢，如何结合前面教过的卷吸旋产生一个动画效果，进来才做旋转或者做倾斜。所以这边就可以，我们接着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看到这个。这个16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效果大概是这样。像这个同时我要旋转放大又变色。旋转放大变色。颜色变了，背景色变了，它同时有变大了，而且有旋转在过程里面，再回来。所以一般来讲在网页上常看到就是类似这种效果。要达到这个效果，基本上讲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它本身有个动画的一个时间，就是前一个单元教的卷吸旋，但是呢同时它又做旋转也做放大。旋转放大实际是属于目前来讲的转换的方式。旋转放大是目前教的。好，所以要旋转放大又要 transform， 但是变色呢又用到前面的卷吸旋。那是前一单元的，所以它把两个综合应用，就得到这个效果。怎么写呢？语法上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看看语法上怎么写。首先我们讲过卷吸旋一定要写在这个原来的地方。但是呢 H over 滑鼠进去呢，滑鼠进去才会做所谓的放大缩小，还有旋转还有放大的效果。所以旋转放大会写在这个地方。写在 H over 的地方。OK， 所以它可以同时什么？同时旋转一个空格，一个放大。甚至于呢，这个旋转放大写在这里以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这就是刚刚变色嘛，对不对？好，变色的部分呢，一般来讲我们叫 background color， 但是如果各位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边讲 all， 但是后面这边讲花 1.5 秒，利用这个函数做动画效果。但是这个写 all， 它不是写 background color。OK， 所以这个写法也可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偷懒的一个写法，或者打迷糊仗的写法。也就是说，它不指明是你要针对哪一个属性去做动画效果，它就是说，全部的属性都可以，反正你只要下面这边有写的，它就做动画效果。所以本来是这个颜色，它就会 1.5 秒就变这个颜色。所以这个写 all 它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打迷糊仗偷懒的一个效果。好，我们看到下面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个是改变背景色，这两个是这个是改变什么？改变所谓的旋转跟所谓放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大概是主要它是用这种方式达成。当然这个本身是宣告一个 class 的这个一个点这边宣告一个 class。好，我们大概这边就可以看到另外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边主要是让大家看到有一些画廊的效果蛮好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部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呈现效果就像这样，这一般在网页上也常看到这个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倾斜旋转类似这种作用而已。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质感看起来就很好，网页质感看起来就很好。我们要达到做到这个效果它基本上来讲它大概有几个地方做样式的设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甚至于说之后自己同学都可以什么，可以想办法说，譬如说我现在放进来，这个图片就可以旋转，就可以做，应该说可以动画左右晃头晃脑的这样效果可能就更好。现在目前来讲是静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先看这个地方，它达到那个效果，它怎么做呢？我们直接用这个来看哈。首先呢，你会发现它一开始啊，这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背景色，应该说不是背景应该说阴影哈，这个是一个阴影的部分。好，阴影的部分呢，就像这个，像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各位如果仔细看这边有个阴影的效果 ，OK， 这个阴影的效果。好，这个阴影的效果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利用这个达到的，再往下来看，下一页来看呢，你发现呢，它分成2种类别，一个叫做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向左旋转就是旋转7度，向右旋转是负8度。当然这边你要写负7度也可以这个它有微小的差别好，另外呢，这个有个 float 向左边有一点靠起的概念浮动的一个。好，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如果用完整的程式码来看，你会发现就像这样这边看到的这个是阴影的部分，这个是向左向右。好，所以呢，我们3张图片呢，它套用了什么？第一个基本的设定它有阴影有这个阴影的部分有阴影的部分以后呢，基本上来讲它还有什么？它套有2个类别，一个叫 basic 就是上面这个让它有阴影效果，甚至还有内边距，还有一些边框如果各位仔细看的话，它是让这个每一个图片都有一点微小的边框这旁边有个很细的边框这个就是这个部分border。好，你会发现它故意什么？第一个向左，最后一个向左，所以你看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它都是一个倾斜同一边，但中间故意把它倾斜另外一边就 right 所以套用这个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就可以达到类似这样的效果当然我们要做出这样子来讲，它这个是用阴影，是因为有立体感上面是一个图片，所以整个是一个 div 包一个图片包一个文字，所以 div 要包一个图片跟包一个文字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很有质感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再往下来稍微解释一下，刚刚有用到制定的一个矩阵制定的矩阵基本上它是大概是类似这样子，所以这6个会放到这 ABCD 要放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固定001这是用2维的方式所以它原来它这个新的坐标跟原来的坐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靠有这个矩阵，所以你要得到新的坐标，你就是用原来坐标跟这些值带进来的这个矩阵去做运算矩阵的运算所以大概是这个就很清楚另外当然translate 还有 scale 都一样概念translate 一样是用这个矩阵，这个放大缩小是用这个矩阵另外这个 skew 呢是用这个矩阵skew s 这个 skew y 是用这个矩阵，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不一样同样 rotate 旋转它会用 cosine 负 sin 用这个矩阵对所以你这些部分呢就会放进来，但是后面这2个就没有好，所以这个单元我们大概都介绍到这个地方